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尔先生，带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您可能觉得呢，这个几年前到现在，这个 AI 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技术革命，那会改变人类的生活。这句话我非常的同意哈。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更残酷的事实，这是 AI 这一出戏的剧本，其实24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好，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大部分的散户投资朋友呢，他不会用同一个理由来买单同一件这个投资的行为但是永远都会有新的杠杆的工具为这一次不一样的这一个信仰来付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照这个剧本呢来分析一次给大家看分析一次给大家看好。基本上提到内容都是卡尔先个人的观察、观点跟经验分享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或者是个股投资的这个买卖推荐请大家投资的时候务必要独立思考，参照更多的内容，自己为自己的投资做出决定好，您可能觉得呢 ，AI 是一场很大会改变人类世界的技术革命我非常同意但是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2000年的时候网络泡沫网络泡沫是什么事情？它呢也是一场戏这场戏的公式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信仰，然后杠杆，然后最后崩坏。信仰带动了杠杆，杠杆呢撑起了股价的泡沫，最后呢杠杆反过来呢把这个泡沫戳破。那26年前的这个网络泡沫，它是怎么被养出来的？那当时是怎么发生？那个时候呢？Internet 的就是以太网络它的商业化刚刚起步而已，叠加那个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很低，那么经济呢，这个通货膨胀很低，然后经济成长率很不错，就是所谓的金发女孩的经济再叠加联准会在1998年呢开始连续降息了好几次，那么市场上的钱非常的多，资金泛滥，而且那个时候大家认为 Internet 就是一个新经济。那个时候，所有 Internet 的股票呢，都不用去看本益比，大家是看什么？只是看它的点击率，看有多少人在用不用去看本益比再来呢，当时联准会呢，为了要应付千禧虫 Y2K 那么持续印钞，造成当时的市场的资金泛滥再来呢，那个时候呢，像 CNBC 呢，24小时都在说股市很好。当时有一本书就这本道琼上看36000点。大家这本书出来了那大家都认为，道琼呢36000点基本上是一个最基本一定会到的变成是所有投资人跟华尔街的圣经那再来，当时那个时候开始呢，有线上的券商开始出来，而且还有像 Rainbow 这种线上论坛，以前线上论坛很少只有几个，那现在当然很多咯。那个时候呢，这个线上论坛让散户可以及时去跟单，跟一些大神去买卖股票，及时做讨论那么这样子呢，这个 Internet 当年 Internet 的这个网络泡沫就这样子被养出来那么当股市泡沫被养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散户投资人也疯狂了。在2000年3月的时候呢，那时候美股的融资余额冲上2785亿美元的新高那么关键的是1年里面几乎翻了1倍，那么跟指数同样同步的喷出那这里有个重点当时呢，所有的散户投资人他要借钱开杠杆，基本上只有融资这一种杠杆放大工具，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么最关键是这张图，大家来看一下上面红色这条线呢是散户融资增加的这个比例红色线是散户融资金额增加的比例你看它就冲高之后会立刻反转反转之后呢，底下蓝色这条线呢是当时的 S&P 500指数，你看它冲高反转之后怎么样？股价就会开始形成一个头部，然后接下来就会反转下跌。好，那么在2008年是这样，冲高反转，股价呢就会形成一个头部，然后承认头部形态之后涨不上去了嘛，就会往下跌。好，所以每一次很神奇这个是个很精准的指标。每一次只要散户开杠杆开到极端，然后
开始没有那么多人降低杠杆，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再开杠杆，开始杠杆的钱反转往下的时候，接下来股市还会在高档盘整一段时间，然后接下来反转。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次一样哦，爆冲哦，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哦，大家去看哦，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最后一定会有个喷出，你看哦，它杠杆是慢慢增加嘛，然后就嘣喷上去，这也是杠杆慢慢增加，然后嘣喷上去，好，那这一次上去下来，现在感觉好像也是嘣再喷上去哦，好，每一次，好，每一次都一样啊。当然不要讲到这边又说什么卡尔先生在看空，这个是往后要好几个月甚至几季啊，这个杠杆反转可能是几个月到几季啊。不过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有提到要注意美股的杠杆跟台股的杠杆可能都在反转，好我们就再看个1、2个月、2、3个月，看是不是真的反转。好如果真的反转，就真的要很小心了。好，我们不看多或不看空，对未来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去预测未来会涨还是会跌，但是我们就看指标。就看指标。好，那么当初呢，为什么投资人会觉得会开那么大的杠杆？因为呢，当初大家觉得这一次都不一样。当时的人觉得这一次的网际网络跟以前的股市泡沫完全不一样。那一次支持这一次不一样的有最主要3个观点。第一个是旧经济的估值方法已经过时了。不去看本益比啊。本金比这些要看多少人在点阅那么再来呢，网络公司要看的是未来。现在呢，在当时的网络公司看的是未来，谁钱烧得多，谁未来就看好。第3个呢，当初大部分人的想法是，现在不赶快进场，就要错过一生一次财富移转的好机会。好，那么再来，讲到这个呢。刚好呢，我5月我在整理这一次的直播的时候，看到5月底有一个台湾的新闻今年5月底的时候呢，有2.6%的台湾上班族选择要离开他的正职全职的工作，然后全职投入股市。那么假设台湾大概有1200万的劳动力人口来算，2.6%呢，大概是31万人。所以等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有31万人因为股市，因为要炒股就离职了，因为股票赚到钱嘛，那么老子就不干了这个讨厌老板我就不干了我就全职投资股市那你知道31万人等于接近整个新竹市的人口而且呢，这些离职炒股的人里面呢，25到34岁的占了51%，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就是年轻，然后辞职，然后做全职的当中开杠杆再玩那这个事情呢，在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时候呢，也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就不工作了，然后去做当冲，然后把房子拿去抵押，或去跟这个银行借钱然后也开融资所以那个时候融资才会爆冲嘛，跟现在一样，融资就爆冲，就是借钱进去的钱都爆冲，所以现在确实出现了2000年。泡沫反转之前的这个状态，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数据嘛，5月份全台湾有31万人辞职，专门炒股，好，那么再来呢，后来呢，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发生什么事？2000年之后，接下来就开始发生美国股市的崩盘。那我们来讲一下当初崩盘的整个过程。首先呢，它股价会从高点下跌，股价应该说会开始盘整一段时间，然后再从高点开始下跌。高点开始下跌之后呢，首先呢，杠杆开的比较多，钱借的比较多的人，他的保证金就会追缴，他就没钱还了嘛，然后要赶快卖掉股票，然后去还保证金。那当他卖掉股票的时候呢，被迫卖掉股票的时候，就引发股价再跌一波。那再跌一波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人，手上的保证金不足被追缴，就被追缴，那么最后呢，搞到这个市场上流动性枯竭，就是没钱了。我把这个东西叫做去杠杆的死亡螺旋，那么一旦这个死亡螺旋循环启动之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它会自己加速它会自己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当年引发整个股市开始从高点往下跌崩盘有3个出发点，第一个是当时联准会连续升息好几次，一路升到了6.5%。再来第二个是当时有个很著名的周刊叫巴伦周刊，他在2000年3月22号的时候刊出了一篇文章，里面写到分析了当时有大概200家的网络公司，好，这200家网络公司里面有一半的公司手上的现金呢撑不过1年。好，第三个当初发生了微软的反垄断案，那么这3个触发点一起发酵之后，后来呢，在1年半到2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跌到1000多点，跌了78%。那像 Pets.com 这种当时 Internet 泡沫的时候的代表性公司直接倒闭，整个市场呢有5兆美元的市值蒸发掉。好，那很多的散户投资人的下场是退休账户就归零，那么很多人破产，很多人呢手上的股票花了15年才解套。好。那么为什么我对这一段特别有感觉，你知道吗？好，很简单，因为当年我也是其中一个破产的人，因为当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工作没多久，好啊，我也恭逢其盛，我也借钱去投资股票，我也是其中一个，好，其中一个这个.com 某某破裂之后，好，这个受重伤的人啊，我也是其中一个啊。好，那么我们把时间转到现在。来看2023年到2026年这一场戏 ，AI 这场戏公式一样，只是主词换了，从 Internet 网际网络的信仰变成对 AI 的信仰，然后呢也有新的杠杆哦，跟以前不一样的杠杆出来啊，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的 AI 泡沫是怎么诞生的，就是这个2020年、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个大国疯狂印钞嘛。那么市场上就留下很多钱，还没有那么快可以收回去，所以股市就很容易涨。再来呢，还有一个真实的是 ChatGPT 上线2个月之后，使用者就破亿。瑞士银行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成长最快的消费型应用。你看 ChatGPT 这个是它的柱状图不断的成长，到今年2月的时候已经有9000万的用户，现在可能更多了。好，那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应用成长那么快的，再加上呢，过去一段时间实体经济的表现也不好，所以资金呢也不知道投资什么，说全部就投 AI， 大部分都投 AI。好，那么再来呢，有5个催化让这一次 AI 的泡沫股市可以涨那么高的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卖铲子的人辉达，它成为唯一的军火供应商。几个大的科技巨头呢，都几千亿的在投资 AI 设备，然后钱都会进入辉达的口袋。再来呢，市场上对降息这个事情很乐观，那么很多的资金呢，就从货币市场一些比较定期啊、定存啊，或者是货币基金市场大量涌入股市。再来呢，有分析师喊辉达2030年的时候上看市值要到10兆美元哦。再来呢，很多喜欢投资民营股的人，开始去投资 AI 概念股，只要股票跟 AI 沾上边就会涨。好，第5个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很关键是什么？连机构投资人也害怕错过这一次 AI 的这个上涨，然后也高价去追涨去买入。好，那么把 S&P 500的前10大成分股的比重，已经占整个 S&P 500的市值来到40%，你知道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2000年网络泡沫，只是那个时候呢，市值最高的几家公司占整个 S&P 500指数只有26.6%，但是这一次呢，来到40%，好，来到40%，好，那么再来呢，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是怎么样？这一次呢，散户投资人的这个比2000年的时候还要疯狂，因为这一轮的杠杆的工具呢，我叫它进化版的杠杆工具。为什么？第一个，现在的散户投资人是以前没有的，会使用杠杆型的 ETF， 比如说像 TQQQ 啦，就3倍做多纳斯达克指数啊，或 SOXL 啊，3倍做多半导体指数啊，还有包括像在韩国有3倍做多海力士啊，3倍做多三星啊等等。那么就是这是以前没有的，大量的散户都在买。再来呢，是0日期权，就是今天买今天到期的期权，在美国股市非常非常的旺哦。
你可以用很小的本金呢，好，可以一天可以翻好几倍，10倍、20倍都有可能啊，没有赌中就是归零，好，等于呢是天天开奖哦，就跟买乐透一样，让人非常的上瘾。好，第三个呢是加密货币里面有 AI 的迷因币，好，随便呢都可以开几十倍到上百倍的杠杆，好，那赚钱就很快嘛，但是爆仓呢就变成家常便饭。好，那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散户只有股票融资这一种杠杆，好，现在呢，除了股票融资之外，又多了这3种，好，等于是现在的工具呢更便宜、更及时，也更刺激也更容易归零，更容易归零，那么我们来看哦。美国股市的融资保证金呢，在2026年6月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了，来到1.53兆。好，关键是它年增率高达51%，这是从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好，那么重点不是看它的总金额多少，要是看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好，像这么快的增加速度，就是今年比去年一口气增加51%。这么快的增加速度呢，在过去几十年只出现过3次。第一次是1999年到2000年，后来网络泡沫破裂；第二次是2007年到2008年，后来就发生次贷海啸；再来是2021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股市暴跌。好，那再来呢，还有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是刚刚讲的零日期权，它竟然占了整个美国选择权交易总量的65%，而且在投资这个人呢，散户占了60%。好，而且更厉害的点是什么？在今年6月，美国废除了当冲限制的规则，让参与美股的散户呢又更多了。好，玩的可以更疯狂。好，那么这一次所有人觉得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好，泡沫不会破。好，等于是这一次不一样2.0。好，刚刚讲了1.0的版本嘛，2000年是1.0，现在2.0，为什么？这是2.0是什么？是第一个，就是 AI 它不是炒作，它是真的是有创造力的，它是真的是有获利的。第二个，辉达啦，还有这个科技巨头跟2000年网络泡沫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公司是没赚钱，可是现在辉达跟这个科技巨头是真的实打实的赚很多钱。好，再来呢，就是这一次的生成式的 AI 会重塑所有的行业，而且现在才刚刚开始，必须要把握。那么再来就是跟以前一样，错过 AI 就等于是错过了2000年的 Amazon。好，那么刚刚讲的这4个东西呢，其实都有部分是真的哦。好，因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股价的泡沫从来都不是建立在谎言上。股价的泡沫都是在过度定价，就是真的有利多嘛？没有利多，大家怎么进场？就是真的有利多，但是呢，大家把利多放得太大。好，那讲完这边呢，我们就回来看看台股。那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改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人性。好，那看台股之前呢，我先来整理一张图给大家看。这个2次泡沫，就是2000年网络泡沫跟这一次的 AI 泡沫做一个比较。好，叙事的逻辑，2000年那个时候是说 Internet 会改变一切。有没有改变？有，真的改变一切。那么这一轮呢，是生成式 AI 是第4次的工业革命。好，那么再来是这一次不一样。好，2000年喊出这一次不一样是不用看本益比，重点要看多少点阅率，多少个眼球在看这个以太网络的应用。好，那么这一轮是怎么样？是辉达跟科技巨头是有实际获利的，不是泡沫。好，那么2000年散户开杠杆呢是融资保证金债务。好，然后很多人辞职在投资股票做当冲。那么这一轮呢是杠杆 ETF、零日期权，还有加密的合约。好，那再来呢，杠杆数据的高峰，2000年3月保证金债务是2785亿。那么这一轮呢，到今年的6月是冲到1.53兆。好，然后零日期权占比65%。好，就是等于是整个在玩期权，绝大多数都是投机玩当冲。那么再来还有共同的点是什么？资金泛滥，钱太多。
2000年呢是因为 Y2K 好降息啊，那钱很多。那这一轮呢是新冠印了太多钱，一直到现在还没完全收回去。好，OK， 好，那么以后大家只要觉得你在投资的时候觉得这一波啊，就可以把这张表拿出来讲。好，回来本身哦，很多散户，好，哎，讯号有点断掉，好，又回来哈。哎，现在讯号如果 OK 的话，帮我打个968，好不好？好，那么当散户回到台股本身呢，散户朋友很喜欢呢，在股价高的时候进场去追个股，或者是在股价高的时候去买 ETF， 不管是被动 ETF 还是主动式 ETF， 啊，为什么？这张图我帮大家整理的哈，这张图上面红色这个柱状图呢，是投信买超的金额，好，那底下是从2022年到2023，好，你看哦，在2024年3月啊。那个时候，投信买超台股啊，一个月高达2020亿。那个时候是什么？因为大量的发行 ETF， 所以很多人去追 ETF。好，那么再来呢？好，这个今年6月呢，哎，台股最高盘中就冲到48218。好，那么在今年7月的时候呢，哇，又创下历史新高哦，散户投信总共买入了2569亿，好，那投信为什么买那么多？最主要就是因为散户呢跟投信买 ETF， 那投信就按照散户买的 ETF 进场去买股票，好，所以基本上可以大概率的把投信进场买台股的金额，把它看成就是散户投资 ETF 的金额，好，所以呢，等于呢。很多的散户投资朋友呢，不管是投资主动型的 ETF， 还是被动式 ETF， 还是高股息 ETF， 等于是透过 ETF 好进场，在股市的高点进场，很神奇哦，在股市低点的时候呢，都没有人在讲 ETF， 没有人在买 ETF， 就是在股市高点的时候呢，一大堆散户朋友好就透过 ETF 在高点进场，在买股票，好，在高点进场买股票。好，等于间接的透过 ETF 在股市的高点、台股的高点进场去买。好，那么当大家看一下哈，就是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一段，好，最多散户透过 ETF 去买了。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图，来，这张图呢，好，可以看到，哎，刚好呢，这张图是从去年4月，2025年4月统计到2026年7月底，好，整个外资卖出台股的金额大家会看到哦，从2024年的4月到2025年的4月到2026年的7月31号，外资呢已经卖掉台股1.5兆了，15051亿的台股，好，尤其呢是从去年的10月开始几个月砍了4000多亿那这几个月砍了8000多亿然后再来呢，哎，从今年的4月到6月呢，砍了1177亿，好，那最狠的是7月，刚过去的7月，光7月份就砍了7388亿，好，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就是当散户大量透过 ETF 在买股票的时候，外资的是不断的在卖股票，等于方向完全相反，对做，好，那么。所以虽然股票一直涨，台股一直涨，可是呢，散户 ETF 一直买嘛，把台股买上去了嘛，可是外资一直卖哦，好，那么这边我就要特别提醒大家，投资朋友一件事情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股市是有周期的哦，未来等股市周期反转向下的时候。好，股市周期反转向下的时候，来看嘛，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这里嘛，这张图，好，股市不会永远都在高点的，要记住一件事情，股市不会永远在高点哦，它有一天一定会反转向下。我现在不是在看空股市哦，我也不是告诉大家说这礼拜、下礼拜会跌，下个月会跌，好，还是会涨，好，还是明年会跌，明年会涨。我们先不要讲这个事情，好，我们就来讲。
股市是一定有周期哦。当周期反转往下的时候，好，往下跌的时候，好，好，我分享是框架跟逻辑，好，未来如果真的出现30%到40%或50%的向下修正，好，就会发生什么事？通常呢是第一个，借钱开杠杆的人，就是钱借的越多的人，比例越高的人，他首先被抬出场，好，然后呢，他们开始卖股票嘛，然后是那些没有借钱，但是他部位很高，他没有减码的人，比如说100万，他有90万都还在股市里面，他接下来换他受不了，他开始会卖股票，在高点没有解码的人会开始卖股票，好，因为他撑到最后呢也会受不了，也会卖掉，好，那么这个呢就会发生我们刚刚讲的死亡螺旋，好，再来还有一个重点哦，今天这一集呢，如果你很多都没听懂，你只要听懂一件事情就是好，外资从去年4月到今年7月卖超了1.5兆。好，等周期反转的时候，好，等到台股的周期反转的时候，美股的周期反转，台股的周期反转的时候，有人必须把这1.5兆赔给外资。重要的事情讲三次，外资卖的1.5兆，等周期反转的时候，有人必须要把1.5兆赔给外资。等周期反转的时候，有人必须要把1.5兆赔给外资。好，赔给外资。好，这个是大家注意，我没有说下礼拜会跌会涨，下个月会跌会涨哦，我不知道，我不是神。好，当然卡尔先生是有这种预测能力，但是我都是告诉大家逻辑跟方法，让大家自己去观察，自己去预测。我不会告诉你它会涨还是跌，但是我会分享方法怎么看。好，那么但是我想要讲一个结论，就是目前整个 AI 的基本面是没有变坏的哦。好，但是大家必须尊重杠杆。好，我们现在讲为什么基本面没有变坏。美股第2季的财报整体呢，他们的获利年增了50.4%，好，已经连续第7季双位数成长。还有包括像台积电啊，公司对全年的展望上修到业绩成长40%。好，那么这一轮的获利是真实的。台积电第2季营收1.27兆 ，EPS 高达27.25。好，都创下新高，这代表怎么样？这一次的 AI 需求是结构性，是真实的，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当初呢，很多时候都是讲虚的，认为 Internet 呢，这个未来会很好，可是现在看不到那么赚钱的事情。可是现在确实有很多公司是赚钱的哦。好，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基本面决定了市场。下跌的时候是跌不死人的，但是杠杆会决定接下来会怎么跌，所以不需要悲观，好，也不需要空手去诅咒啊这个市场就会跌，好，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未来一段时间去杠杆这件事情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好，就是不要去管基本面好不好，去杠杆这件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好，是肯定会发生的。好，那么再来呢？要跟大家讲这个要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我要先强调，我是分享逻辑的框架，好，不是投资建议，我也不是对未来看多或看空。好，第一个建议是最好呢先去杠杆，你手上如果杠杆的部位、融资啦、股票质押、杠杆 ETF 等等的，你要先假设。整个大盘会跌掉30%-40%的情况下，你手上的部位也都 OK， 都来救股，这个很重要。历史证明当股价有修正的时候，第一批被抬出去的，永远就是借钱借最多的人。你只要钱借的多，股价只要修正跌，你是没有办法等到股价修正完毕再来上涨的，你是等不到那一天的，因为。等股价要涨的时候，你的钱都烧光了，你已经被抬出去了。好，第二个呢，不要用水晶球来看股市，不要去预测股市接下来是下跌还是会上涨，好，而是要去追踪我们刚刚讲的，好，这个台股跟美股融资的这个增长率是不是反转？因为每一次等融资增长率反转的时候，往往都是股市高点会出现。那股市高点一出现，不是立刻跌，它可能会盘整一段时间。
好，所以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一两个月，持续去追踪美股跟台股，就是这个融资的增加率，就是刚刚这张图，美股的这张图，融资的增加率，红色这个融资增加率，好，是不是真的反转做头？好，现在这里是不是反转做头？因为每次只要反转做头没多久，好，股市就从高点开始向下修正，好，就是在去杠杆嘛。基本面还是很好，但是会去杠杆，好，但是会去杠杆，好，那么再来呢？第四个呢？好，保留现金，现金就是你的武器，好，未来如果真的有30%、40%、50%的下跌来，好，你手上有现金，你就可以危机入市去捡便宜。好，再来很重要一点呢，你要把信仰跟部位这两个东西你要把它拆开来。你可以相信 AI 会改变世界 ，AI 未来成长性很好 ，AI 会让很多公司明年后年 EPS 持续增加，这个都没有问题。好，但是部位，好，你投入股市部位的大小，要用你自己的财务承受能力去决定，而不是用你对 AI 的看法跟信仰来做决定。因为当去杠杆发生的时候，它是不会管你基本面好跟坏的。好，2000年的 Internet 的网络也确实嘛改变了一切嘛。现在有谁不用网络啊？但是在网络改变一切之前，借钱开杠杆的投资朋友基本上都已经先淘汰毕业了。当年我也是，我在当年也被淘汰也毕业了。好，那么讲到上次有讲到，这次再讲一次。台股会不会继续跌，还是接下来会上涨？不要只看几天，要看几周到几个月。那有关键2个很关键的讯号，第一个就是看外资的期货空单。上次讲的时候是8万到9万口，现在还是在高点哦，还是本周五收盘的时候还是在87911口，还是在历史的高点哦。这代表外资呢还在避险，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外资会做空，会继续卖做空。好，那么等到以后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大幅下降的时候，就是外资由空转多的时候，那股市就有机会再涨一波。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察讯号。第二个观察，以下是这条线，就是台股的融资余额。之前呢，从底部这样不断上涨上来，底下这条红线不断上涨上来。融资余额如果降到3800到4000亿的时候，整个台股是比较健康的。台股之前经过1个月大跌，过去1个多礼拜上涨回来的时候，融资呢又增加了。这坦白说是不健康的，融资必须要降到3800到4000亿，才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数字。那目前最新的数字还是5300、5400，等于前阵子已经跌到5000亿了。结果过去1个礼拜，股市台股又开始上涨之后，怎么样？融资余额再度增加啊！这个其实就是去杠杆还没去完，理解吗？就是我再重讲一次哦，去杠杆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不会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到底是下礼拜、下礼拜还是1个月、2个月，还是下一季去杠杆会完毕。但是我可以大概有8、9成的把握可以告诉你，去杠杆是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就看看你的投资逻辑是什么了。你喜欢怎么做投资了。那跟大家讲一下，卡尔先生的强项就是看周期，帮助大家去抓周期。那我的投资策略周期是什么样？我的周期就是我会在低点的时候去找到一些未来会上涨的个股或 ETF， 建议大家去买。这就是我投资逻辑。等到股票涨到高点的时候呢，你就会听我一直碎碎念，一直跟你说有风险，要减码。这个就是我的投资逻辑。那我举例来说，这是中国中信高股息0088在台湾上市的。在2024年第2季，就在这个点的时候，当初大家都在看衰中国，看衰香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嘛。那个时候我就跟投资朋友分享，可以关注这个中国中信高股息。那我妈的退休金有一半哦，不开玩笑，有一半都压进去了，在2024年第2季的时候都压进去了，重压了。那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呢，
价差呢就赚了60%，配息也赚了24%，两个加起来84%，快90%。那在这个低点买入的时候呢，现在股息殖利率已经有到9.3%了。那未来呢，这些 ETF 背后的公司如果赚的钱更多的话，股息殖利率有可能来到10%到11%。好，所以当大家正在担心 AI 泡沫会不会破裂，好，或者你的手上的主动式 ETF、被动式 ETF， 或者是个股本来从赚钱变成赔钱，或者你也很担心的时候，我妈呢，却可以很安心的每年呢领快10%的股息，可以每天好好睡觉，根本不用担心。好，那只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哦，0088到现在已经涨高了，已经不是最好的买点了。好，我的逻辑都是买低点的，我不买高点。好，我都买低点，等涨高了我就不进场。好，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涨高了，概率比较高，不一定啦，但是概率比较高。但是我也不管它未来会涨高涨低，那我都基本上低点买。好只是好，等一下我再讲。那或者你发现你的投资不是很顺利，那就是你的投资的观念跟策略可能有问题。绝对不是闭着眼睛定期定额去买 ETF， 或者呢是在高点的时候才去追涨主动式 ETF 或被动式 ETF， 即便在高点买高股息 ETF， 都有问题。为什么？未来周期一旦反转，你确定你跑得掉吗？会不会你赚到了股息，但是你却赔掉了价差？好，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卡尔先生会员频道，每个月呢只有1碗牛肉面的费用，就可以帮助你掌握周期，避免可能的损失。如果运气好的话，刚好卡尔先生有看到好的投资标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是个股推荐，是我有看到好的标的，我就分析基本面给你听，让帮助你自己去做一些判断。那如果运气好，可能会有不少的获利。3年前就有一位观众朋友听我分享高股息的标的之后，他就把退休金的70%跟80%通通买入，运气很好，不到3年的时间，他的退休金已经翻倍了。关键是他现在手上3年前投资那个部位，你知道吗？现在1年可以配息15%。如果他投资1000万的话，等于1年可以领股息150万，不用工作，每个月就10几万的钱可以花了，基本上他的退休生活就很滋润了。好，那么卡尔先生本周呢就会在会员频道，明天晚上9点的会员频道会分享如何透过周期来判断 ETF 的买点跟卖点，然后怎么去做 ETF 的资产配置跟投资。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投资 ETF， 那明天晚上9点的会员频道就特别谈如何透过掌握周期来投资 ETF 的秘诀。那么再等一下晚上今天晚一点好了，等一下10点半今天晚一点好了，等一下10点半这个会员的直播形态学的部分我会特别谈到台股然后橡胶、黄金跟白银。好，那么到了我投资做公益的时间非常感谢最左边的 Benny， 中间的 Eric 跟右边的阿伦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捐钱给跟他自己有缘的慈善单位。那么还有包括 Connie 跟我刚好本周呢，我们刚好很巧的都有捐钱给这个东基台东的基督教医院，来帮助他们，来帮助这个台东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那么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加入我投资做公益行业，不管你人在全世界的哪里，都可以帮助跟你有缘的慈善团队捐钱或捐物资。如果有兴趣参加呢，就可以透过捐完钱或物资之后，可以把收据透过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传给我，一起参加我投资做公益。好，那么愿世界和平，愿大家健康平安财富自由，大家晚安。